上一世，我和妹妹同时出嫁，她是京城出了名的人淡如菊、纯良爱笑，却成了靖王周彦辰为白月光续命的血奴。而我阴暗恶毒的人，则被温柔的首府大人休回家里，并死在破旧的小院。我还没死，回到了宣婚书这天。看锦柔的眼神，她也重生了。舒唐，你是长姐，性子又强势，宋首府家风严谨，你嫁过去不吃亏。锦柔性子软，原本我是想……母亲，不必说了，我要嫁给靖王。你疯了！靖王府那是火坑，你嫁过去会被糟蹋死的。姐姐不可，还是我嫁吧，宋大人才是良配，你该去过好日子的。你们别拦着我，实话告诉你们，我暗恋靖王多年，这桩姻缘谁抢我跟谁急。前世他让锦柔当血奴，这次我倒要看看谁是谁的药。你真是鬼迷了心窍！疯子配坏种，这京城再没比我们更般配的。姐姐，求你别去靖王府送死。锦柔，你记住了，我被休妻是因为我骨子里就是坏的，我这种人不配得到宋吉年的温柔。不，姐姐，你是为了护我才……既然换了，结局就得不一样。那周延辰想要血奴是吗？那我就把他的王府变成屠宰场。锦柔，这一世你只需当好你的贵夫人。至于那些欺辱过你的人，我会让他们知道什么叫真正的恶鬼。姐姐，3日后便要出嫁了。3日够了，够我准备一份送给周彦辰的大礼。姐姐，宋大人来了，他真的很好。他好，你便要过得比前世更好。锦柔，别回头，往前走。王妃，王爷昨夜公务繁忙，今儿个起不来，让咱们先接您回去。混账！公务繁忙，他分明是昨晚在花楼喝断了面儿。舒唐，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。宋家轿子还没走远，你这苦日子还没开始呢，你这孩子怎么就这么犟啊？母亲，靖王如此努力，身为王妃，我自然不能怪他。这欢欢喜喜的事儿，莫要哭，女儿去去就来。去去就来？你这是去龙潭虎穴？不，我是去把龙潭搅浑，把虎穴拆了。乔姐妹，那是谢家嫡女，非要嫁给靖王，结果靖王连面都不露。谢家嫡女自甘堕落，嫁给疯批，怕是活不过3日喽。周彦辰，你给我的清满，我会一寸一寸还给你。请新郎官
姐真是京城头一份，要跟狗拜堂，笑死人了。谢二小姐，王爷说了，他太累起不来。这狗是王爷的心头好，让他替王爷拜堂，也是抬举您了。谢书堂，你夫君公务繁忙，你既然进了王府，就要体谅，不要误了吉时，拜吧。婆母的意思是让我跟狗拜堂。那是王爷的爱犬，也是王府的一份子，有何不可？莫要在这丢人现眼，快拜！前世锦柔就是受了这等奇耻大辱，瞒着家里咽了一辈子的气。周彦辰，你既然自认是畜生，我就成全你。婆母的意思是，王爷是狗吗？能代替他和我拜堂？笑死！你敢辱骂王爷！我哪敢骂王爷，我只是觉得狗这种东西，若是不听话咬主人，杀了便是。你这个疯妇！你竟敢杀王爷最心爱的爱犬！婆母方才不是说，这狗替王爷拜堂就是王府的一份子吗？可这畜生不懂规矩，竟敢当众示主，狗咬主人，当然要杀。谢书堂，你敢杀本王的狗，本王今日就让你陪葬！王爷，谢家小姐不仅杀了狗，还辱骂您是畜生。烟尘，快把这毒妇拿下！周烟尘，本王妃就在这儿，你有胆子便刺下去。只是不知你这一剑下去，你还有没有命？谢书堂，你真以为本王不敢杀你？你爹不过是一个守边的将军。是吗？那你大概不知，我爹半月前刚拿下了北疆2座城池，50万大军，15万铁骑。只要我今日死在这儿，我爹明日就能带着兵马南下，把你这小小的晋王府夷为平地。你猜，皇上是为了保你，还是为了平息我爹的怒火，让你这个没过门的疯子陪葬？王爷，万万不可！谢将军驻守有功，此时动谢家女儿，便是给那些言官递刀子啊！罢了，一条畜生而已，本王不跟你计较。站住！王爷还没拜堂呢，你若这么走了，我这谢家嫡女的面子往哪儿搁？你杀了本王的狗，还想本王跟你拜堂，简直白日做梦！王爷既然不肯拜，那也成。正好丞相大人今日在座，我瞧着丞相大人风姿怯弱，今日我若在这儿跟王爷拜不成，改日便去丞相府投奔，做个丞相夫人，想必也是极好的。谢书堂，你疯了！是你先疯的，拜还是不拜？拜！小姐，王爷在那边的醉春楼派人传话，说他今夜酒力不胜，歇在偏厅了。他分明是在冷落您，给您没脸。他不想住，那便这辈子都别想踏进这扇门。小姐，这是在赶王爷走啊？王爷既然如此体恤，不愿惊扰心扉，我身为王妃，自然要成全他的美意，让他那些劳什子行李也别留在房里委屈了。
谢书堂，你敢扔本王的东西，你疯了吗？王爷，小姐已经睡了。小姐说了，王爷既然公务繁忙，这些身外物便不劳烦王爷亲自带走，她替您清理了。王爷，外面更深路重，您还是快去偏厅歇着吧，免得气坏了身子，明日没力气去谋你的大事。毒妇，你给本王滚出来！王爷若想进来，先问问我门外这些暗卫手里的刀。滚！谢书堂，你给本王等着，本王早晚弄死你！新王妃真是好大的福气，太阳都晒屁股了还不起。在咱们晋王府，王妃得先去老王妃跟前伺候洗漱。哼，快起来吧，别让老王妃等久。我们小姐昨夜劳顿，还没睡醒，你们不能硬闯。一个丫鬟，哪有你说话的份儿？嬷嬷真是好大的威风，在谢家敢这么跟我说话的人，舌头早就被割了。你想干什么？我是老王妃的人。老王妃要立规矩，成啊，我这就去。希望婆母的身板够硬，受得起我这份孝心。谢书堂，你不仅入府不顺，还冷落王爷。今日叫你来，是让你学学如何服侍长辈。请王妃端着金盆伺候老王妃纪念。婆母，我阿娘教我的是经营私产，打理中辈，这下人的活计我是真没做过。没做过就学，端稳了。谢书堂，你找死！哎呀，我就说我没干过粗活，婆娘偏要我做。看这御赐的蜀锦毁了，真是可惜了。逆子，你看看你娶的好王妃，大逆不道，竟敢公然向婆母动手！严晨，写休书，现在就写，哪怕她是将军府的女儿，我也绝不容这种恶妇进门。王爷这手要是落下来，明日我爹那50万大军开拔的方向，怕是就要偏一偏了。谢竹堂，你除了拿谢家压我，还会什么？我还会要了你那白月光的命。王爷，您要写休书，请便。只是不知没了将军府的支撑，你那皇位梦，还有谁能替你续上？娘，您别招惹他，以后下人的事儿让下人去做。你说什么？你竟然向着他！休不了，娘，您消停点吧。小姐，王爷一早便出门了，说是要去醉春楼给那位许小姐庆生，今儿个回门，他不去了。谢书堂，你又闹什么？回门你自己回去便是。本王有要事。要事是去醉春楼陪那位罪臣之女许柔吧？
你怎么知道柔儿的名字？周彦辰，你听好了，今日你若敢不跟我回将军府，我保证不出1个时辰，醉春楼就会失火。我会让人把许柔的舌头割下来，再把她那张如花似玉的脸一寸一寸划烂。你敢？你看我敢不敢？我有兵权护身，杀一个罪臣之女，皇上只会夸我替你铲除妖邪。走，回门，让王爷好好陪我演这出恩爱戏。锦柔，前世你一个人收着泪回门，这一世我让他跪着陪你。这就是岳母养出的好女儿。谢淑堂在靖王府可威风得很，动不动就要杀人见血。淑堂，王爷说的是何意？没什么，不过是处理了一只不听话的畜生。王爷心软，难免有些舍不得。王妃姐姐说的是，王爷公务繁忙，能陪姐姐回门，足见姐夫体恤。前世你对我温柔至极，这一世，请务必护好锦柔。姐姐，你老实告诉我，他在府里有没有欺负你？我听闻你跟狗拜了堂，还杀了王爷最爱的狗。我若不杀那狗，在那府里待着的便是狗。锦柔，宋大人待你可好？他很好，每晚都会陪我读书，还说不急着要孩子，让我先把身子养好。那就好，那小可爱的事你别管，我能对付。谢锦柔那种软糯的性子，本该是我的玩物，偏偏娶了谢淑堂这个毒妇。淑堂，你跟娘说实话，你在靖王府是不是过得很苦，所以才变得如此咄咄逼人？娘，苦不苦的路是我自己选的，但我今日回来是想跟娘讨一桩功德。功德？我曾经做过一个梦，我谢府曾遭大难，全家人都被瘟疫困住。那时候，是锦柔不眠不休的伺候您，救了您的命。锦柔，她一个庶女，她有那般忠心？娘，庶女也是您的骨肉，她如今嫁给首府，那是给咱谢家脸上添彩。您若还是那般厚此薄彼，让宋家怎么看我们谢家的教养？你这丫头，锦柔啊，这些是你母亲当年留下的，再加上我补的几件，你收着吧。娘，这太多了，锦柔不敢。拿着吧，娘说给了，那就是疼你，不能厚此薄彼。宋大人，您说是吧？谢母亲关怀，锦柔定会铭记在心。这一世，谁也别想再作践你。这些银子本该是本王起事的助力，谢淑堂，你抢的太多了。王爷，今日是柔儿生辰，您怎么来的这般晚？可是王妃娘娘她不让您出来。别提那个毒妇，若非为了谢家的兵权，本王恨不得一剑杀了她。今日回门，她竟敢当众威胁本王。都是柔儿命苦，若是柔儿家世尚在，何至于让王爷受这种委屈？王爷，月儿已经5岁了，到了启蒙丽的年纪，难道要让她一直顶着私生子的名声住在这种地方吗？本王知道，谢淑堂如今在府里横行，连本王的母妃都被她气晕了。若此时接你们母子回去，她定会痛下杀手。只要能守在王爷身边，柔儿不怕死。可玉儿是王爷的长子啊！王爷，难道您真的怕那个女人吗？
本王岂会怕他？柔儿，你且再忍忍，待本王谋事功成，谢书堂必死无疑。到那时，这靖王妃的位置只能是你的。姐姐说的是。哟，这不是那位跟狗拜堂的靖王妃吗？听说那狗死得可惨了，真是可惜。没了那狗，王爷怕是更不愿回房了吧？谢二小姐真是京城第一孝命，换了我早就一头撞死了。怎么，被我说中了？我虽不讨王爷欢心，却也是圣旨亲封的靖王妃。你见本妃不行礼，反而出口成脏，这一巴掌是替徐尚书教你什么叫规矩。你敢打我？我姑姑可是贵妃，我父亲必会裁你谢家。本相倒是不知，徐大人的家教里还有辱骂亲王妃这一条。徐小姐，谢将军刚为大秦拿下2座城池，是国之功臣。你在此羞辱功臣之女皇室儿媳，是想让你徐家满门抄斩吗？这小白脸丞相前世冷淡的紧，这辈子倒是个护短的。丞相大人今日护驾有功，书堂还没好好谢过大人呢。谢书堂，你竟如此轻薄，你可知你还是周彦辰的妃？他的妃？我与他没拜堂没洞房，算哪门子的妃？贺承周，你当初在礼堂跑什么？你若是点点头，当日我便跟你拜了堂。荒唐，简直荒唐！贺承周，你听好了，周彦元活不了多久，等我和离了，我便带着谢家的嫁妆嫁给你，你敢娶吗？胆小鬼，不过比周彦辰那个疯皮可爱多了。小世子，莫要闹了，当心王妃娘娘责罚。敢冲撞王妃！王府规矩什么时候改了？我还没生下嫡子，这后宅哪来的小世子？他确实是王爷的骨肉，王爷亲口吩咐要好生伺候的。不许打我嬷嬷，我让我爹杀了你！想杀我？你那废物爹都没这个本事。这孩子既然没人教规矩，便养到我院子里来。是，小姐。嬷嬷既然教得好，便乱棍打出去，卖到最苦的窑子里去。你敢动我儿子，本王今日一定要杀了你这个毒妇！天塌了，本王都不管！玉儿，我的儿啊！王妃娘娘，求您大发慈悲，他还只是个孩子啊！王爷，此乃王妃居所，不得擅闯。周彦辰，今日你敢动我一根头发，你和你的许柔，还有你的宝贝私生子，全都得死！你以为本王还怕你爹？本王现在就杀了你，一了百了！许小姐，你是罪臣之女，若我今日去皇后面前讨个说法，说王爷在我还没过门时就养了私生子，你说皇后是会赐你一根白绫，还是一杯毒酒？王爷，不可！王妃娘娘教育玉儿是好事，是柔儿逾越了，求王爷看在玉儿的份上，快把剑放下吧！许小姐，你说你想进府伺候，是，只要能陪在玉儿身边，奴婢甘愿入府伺候王妃娘娘。谢书堂，本王都让她做侧妃了，你还想怎样？
既然是伺候，那规矩总得学。许柔，这茶烫了。是奴婢没准备好，请娘娘恕罪。许柔，你以前怎么欺负锦柔的？我会一分不少的让你偿回来。这王府的门你进得，却由不得你想怎么带。王爷有空操心他，不如多操心操心你的大业。听说贺丞相最近盯你盯得紧。许柔，这一世我要你看着你最爱的男人一点点死在你面前。坏女人，我不背了！我要告诉我父王，让他把你关进大牢，打死你！周玉，你叫，继续叫。周玉，你是不是觉得你父王能保得住你？你娘至今进不了王府，是因为我不点头。你骗人！父王最疼我阿娘了。背错一个字，今日你阿娘便少一顿饭。小姐，他终究只是个孩子，这样是不是太……孩子，前世他6岁时便敢往锦柔的被窝里放蝎子，他在一旁笑得开心。我从不教孩子，我只训畜生。周玉在偏院受苦，你这当娘的若伺候不好本妃，他明儿个的稀饭可就没着落了。是，奴婢知罪。叫什么？惊扰了本妃，你担待得起吗？许柔，烫吗？前世你让锦柔在雪地里跪着给洗马靴，她的手生生冻掉了3根指头，比这茶烫多了。你说什么前世？你到底是谁？是来送你们母子下地狱的人。你够了没有？王爷急什么？这就心疼了。好戏才刚开场。谢淑堂，柔儿好歹伺候本王多年，又育有长子，本王的意思是，先封她个贵妾，日后……王爷，醉春楼的酒还没醒。大秦律例，罪臣之女莫关为奴。若非王爷思乡受寿，她本该在教坊司，想进王府可以，但这后宅里没你的贵妾位，更没你的侧妃梦，你只能是个没名没分的通房丫头。王爷，柔儿不求名分，可玉儿她……长子，本王妃还没死，哪来的长子？难道你忘了，皇后娘娘眼里可容不得杀子？柔儿，为了玉儿，你先忍忍。蕊儿，带许通房去后院。王府马厩里的活儿积了不少，正好让他这白月光去洗洗干净。许通房，小姐说了，若是洗不干净，周玉今晚便没饭吃。谢淑堂，你这个毒妇，我定要让你死无葬身之地！谢淑堂，你给本王滚出来！你把柔儿发配去洗马厩，还敢打伤本王派去送药的侍卫，你眼里还有没有王法？王妃歇下了，王爷请回。滚开！这是本王的王府。王爷深夜发疯，是想让我爹的50万大军进京替你醒醒酒吗？反了！谢淑堂，你竟敢在王府动武！动武？
我这是在教王爷规矩。这宅子里，谢家安危只听我的。从今往后，我说马就干净，他就干净；我说王爷该清醒，安危就绝不会让你糊涂。周延辰，认清楚谁才是这宅子的主人。再有下次，折断的就不是这把剑，而是你的脖子。插出去，丢到马厩，让他陪他的心上人过夜。前世周延辰起事失败，说他将五皇子的密信藏在最显眼却最难触碰之处。开国元勋，周彦涵，你这是在给谢家全族写墓志铭啊！既然你想拉着谢家一起死，那我就先送你去做春秋大梦。小姐，有人来了。只要拿到那个账本，王爷一定会重新宠爱我。谢书堂，你能死吧！蠢货，既然你这么想立功，我就送你一份大礼。谢书堂，你敢私闯书房，若是王爷知道了，定会要了你的命。王爷，你觉得他现在还有空管你的命吗？你刚才在外面躲着，难道没听见我和蕊儿说的话？王爷在北郊藏了10箱黄金，那是留给下一任王妃的。他不知道我没听到，而且还有金子。可惜啊，那黄金上刻了官印，王爷正愁没地方洗白呢。若谁能帮他把那批金子转进谢家的铺子，那王妃之位还不是唾手可得？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？因为我嫌那金子烫手。滚吧，把这个消息带给你的王爷。周彦辰，你密谋造反的证据已经在我手上了，你很快就完了。你是说谢书堂想把那批货吃掉？王爷，谢书堂既然怕烫手，我们不如顺水推舟，将名下的地契和私产暂时转入他名下，以掩人耳目，待大事成后再取回。想吞我的钱，本王便让他谢家成为本王的钱袋子。后日我要入宫谢恩，届时我拖住他，你去把钱存到钱庄。谢书堂，我不仅要让你计划落空，人也要滚出王府。王妃请自重。自重？丞相大人之前在席上替本妃挡徐小姐的难堪时，怎么不想想自重？周彦辰克扣军饷，私造军械。贺大人，这证据你接是不接？屯兵北郊，克扣军饷，谢书堂，你疯了！你这是要亲手送你夫君上断头台？他不死，我谢家就要被他拖入泥潭陪葬。怎么，丞相大人是怕保不住我，心疼了？本相即便赌上这身乌纱帽，也定保你谢家全族。前世你为我收尸，这辈子我让你做我的接盘侠。这桩买卖稳赚不赔。王妃还有何事？贺承舟，上次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，你娶还是不娶？你的这些证据，我还需要查证，而且……丞相大人，你没有否认，原来你是想娶我的。谢书堂，你简直是不知廉耻！廉耻值几个钱？贺承舟，等你查清了这些证据，
就是周彦辰的死期。到那天，你敢娶吗？你总这样把我当玩具戏弄，谢书堂，你当真以为本相不敢？那本妃便等着，看丞相大人是如何敢的。再给你一个消息，周延辰在钱庄里存了大量的银票和地契，这些钱足够证明他贪污了。疯子！没了这件御赐嫁衣，我看你明日如何进宫谢恩。看来通房的活还是太轻了，让你有心思来本妃这里讨死。娘娘，是剪子自己划了。你要干什么？王爷，救命！救命啊！谢书堂，你住手！王爷，他毁了御赐的嫁衣，那是死罪。你若敢让人捞他，我便直接入宫告你晋王府藐视皇恩。许柔，这才只是个开始。周彦辰，你好大的胆子！谢将军在前方浴血奋战，你竟然敢克扣10万担军饷！父皇，儿臣冤枉，是账目出了错。皇上，儿臣不冤。王爷这些日子养了一位身份贵重的外室，事事都要最好的，连儿臣那御赐的嫁衣都被那位许通盟失手毁了，儿臣无言着装，只能素衣求情。皇上，臣查过晋王府的开支，最近确实有一大笔去向不明的银钱流入了醉春楼附近的钱庄。混账！为了个罪臣之女，你连将士的命都不要了！传旨，靖王克扣军粮，罚跪宗庙3日，不得进食。至于那个许氏，贬为贱奴，永世不得抬举。靖王妃，你且看着办吧。谢书堂，你当真要赶尽杀绝？王爷放心，宗庙冷得起，许柔在那冰湖里也冷得起，他们正般配。谢家军饷已补齐，那嫁衣，若你愿意，我让人重做一件更好的。丞相大人，重做嫁衣是以什么身份送给我？胆小鬼！刘管家，王爷不在家，这府里的开支账目一塌糊涂。本妃瞧着你们这些人是老了，记不住事了。娘娘，老奴伺候王爷20年，这账目20年，那正好，20年的赃事一起清算。来人，刘管家年老体弱，送他去庄子上颐养天年。不要啊！不要啊！从今日起，这王府的护卫由谢家私兵接管，库房、马厩、书房，凡是周延辰的人，全部赶走。娘娘，这可都是王爷的人。王爷？王爷现在正跪在祖宗面前忏悔呢。皇上说了，让本妃看着办。本妃觉得，这王府得换批干净的人守着。不听话的卖去矿场，听话的谢家保你们一家富贵。这王府往后姓谢。姐姐，我听闻你入宫告状，还把周彦辰关起来了，你疯了吗？他若是回过神来，定会反扑的。他回不了神了，只要我不死，他就只能是这府里的囚妇。锦柔，
有些话不必瞒着。前世你在靖王府当血奴，被那些药师折磨得不成人形。这一世，我不仅要他的命，我要他亲眼看着他谋划的一切，都变成你的嫁妆。姐姐，原来你一直都知道，你选靖王，就是为了替我挡这些苦。不，我是为了发泄我骨子里的坏。锦柔，宋大人待你如何？他很好。他知道周延辰私下接触五皇子，已经让太医在他的补药里动了手脚。宋大人说，既然他爱谋反，那便让他这身子先反了。锦柔，帮我带话给宋大人，半个月后北郊的甲胄会失踪，让他准备好，咱们送周延辰最后一段路。许通房，这胭脂色泽倒是鲜艳，哪来的？回娘娘，上次奴婢不小心毁坏了娘娘的衣裳，如今知错，所以特来孝敬。里面掺了夹竹桃粉和碎瓷末。许柔，你是想让本妃回容，还是烂了这张脸？奴婢不敢，奴婢冤枉！冤枉！既然是好东西，那你便亲手试给本妃看看。夫人，要不要追回来？不必了，这王府太闷，杀了他太可惜。我要让他亲眼看着我是如何送他的王爷上断头台。去找人告诉周玉，许柔被我关在这个偏殿里受罚。阿娘，你在哪儿？周玉，我教过你，别人的东西不要碰。你看，你娘准备的大礼，你自己先收下来。玉儿，谢淑堂，你杀了我的儿子，我和你拼了！谢淑堂，你当真毒辣到连一个5岁的孩子都不放过？王爷看清楚，这是许通房亲手送来请我试用的赤霞胭脂，若非我命大，现在烂了脸的就是我。你的女人想毒死王妃，结果害了自己的亲生骨肉。周延辰，这就是你教出来的好种。疯妇，看好你的孽障，别在这脏了本王的眼。丞相大人，这谢家暗卫守着的院子，你竟也能进出自如？听闻许氏对你投毒，伤着没？伤着了，心好疼。丞相大人，要不要帮我揉揉？谢淑堂，周彦辰已经在联系五皇子的死事了，你现在的处境比你想象的更危险。这是白解丸，若真到了宫变那日，你务必找机会逃出来。谢家那边，我已经安排了人在外接应。为什么要做到这一步？贺承舟，我不仅嫁过人，还是满腹算计的坏女人。你大概不记得了，10年前，谢老将军凯旋，你策马入城，马蹄踩碎了本相马车旁的梨花。从那天起，本相守了你10年，这一世，不管你是什么样，本相都不会再让你身陷囹圄。那便等我把这王府拆了，丞相大人记得来收场。王爷还在为那批甲胄发愁。其实我昨日路过马厩，瞧见许通房正在焚烧一些书信。书信？他哪来的书信？我瞧着那落款，似乎是五皇子府上的。王爷，许氏虽是罪臣之女，但在朝中也是有些根基的。万一他想拿王爷去投诚，本王待他不薄，他竟敢背叛我！说，你跟五皇子的人说了什么？甲胄的位置是不是你透露的？王爷，我没有，我一心只有你啊！还敢狡辩！谢淑堂亲眼所见，你还想瞒到什么时候？你要害死本王是不是？活该！
周延辰，割了他的舌头，你就再也听不到真话了。而我要的，正是你的耳聋眼瞎。靖王妃今日私下见本王，就不怕你那位夫君知道了，又要在府里发疯？王爷一心只有那位许通房，何曾管过我的死活？五殿下，我爹那50万兵马，可不是为了送给周彦辰那种烂人陪葬的。哦，王妃的意思是想改坏门庭。谢将军远在北疆，他若知道你……五殿下，周延辰优柔寡断，连个侧妃的名分都给不了我。若我能帮您拿到北郊那1万私兵的控制权，殿下能许我谢家什么？若本王成事，你便是开国第一功臣。到时候，靖王府那破地方不要也罢，本王许你后位之尊，如何？那殿下可得把那些死士的位置告诉我，免得我爹的铁骑冲撞了自己人。蕊儿，把这帕子烧了，走。小姐，拿到了，拿到了。周彦辰的死期又近了一步。丞相大人，你这爬窗的瘾是越来越大了。你去见了周易，还让他碰了你的手。丞相大人在我身边安插了多少眼线？怎么，见我与他谈生意，丞相大人吃醋了？你是在引火烧身，你知不知道，只要他一个念头，你连这间房都回不来。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？为了谢家，也为了能早点和离嫁给你，这点险算什么？不许再去见他。证据我会去拿，命我会去搏，你只需安安稳稳地待在谢家，等我来取。丞相大人，你这一变坏，倒真是迷人的很。大人，5000副重甲，已全部点齐，每一副甲胄内侧都刻了谢将军的私印，真是好毒的计策。想让谢家背谋反的锅，他周彦辰也配。小姐，贺大人那边得手了。周彦辰刚才出门，似乎是去砖窑巡视了。去吧，去看看他那引以为傲的江山是如何变成虚无的。周彦辰，当你在砖窑里看到那一地空空如也时，那滋味定比前世锦柔断气时还要疼。谢书堂，我甲胄呢？我的密信呢？还有我存在钱庄里的300万两白银，为什么一夜之间都没了？王爷在说什么？本妃听不懂。或许是王爷平日里坏事做尽，连老天爷都看不下去了，收了你的不义之财吧。是你，一定是你，谢书堂，你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！你以为谢家能保得住你？本王今日就是死也要拉你这个毒妇一起下地狱！杀了我！有种你现在就杀了我！杀了你，太便宜你了。带他去偏厅，让他看看自己的灵堂满不满意。王爷，
你瞧，这可是当初替你跟我拜堂的那位功臣。我瞧他死得冤，特意在起誓先袭请他回来。谢书堂，你这个疯子！你在宅子里设这种东西，你就不怕折寿吗？折寿，我谢书堂最不怕的就是报应。周延辰，五皇子的兵马已经到午门了吧？你以为你还有机会做那个开国之君？别做梦了。保命还是保那个许柔？不过我瞧着你这两个都保不住了。你到底想要什么？我要你亲口承认，你这一世败在了你最瞧不起的毒妇手中。带上他去午门，让他亲眼看看他引以为傲的谢家元君是如何砍下五皇子人头的。谢书堂，你骗得我好惨啊！快，给本皇子冲进去！只要拿下皇位，谢将军的铁骑便会进城拥护本王。本皇子要做这天下第一人。谢大人，您来的正好，快随本皇子。你勾结外敌，私屯兵甲，意图篡位。本将奉圣旨，待谢家铁骑进京平乱，凡有执迷不悟助贼者，格杀勿论。是。不，这不可能！你们谢家疯了吗？你等的五皇子来了。谢书堂，周延辰，你以为谢家是你的棋子？可笑！我要你亲眼看着，你是如何被你最瞧不起的谢家彻底碾成齑粉。传皇上口谕，五皇子靖王周彦辰谋反坐实，众将士若此时弃暗投明，既往不咎。谢书堂，你赢了，你骗得我好惨。这靖王妃怕是死定了，谋反可是要诛九族的。可惜了，谢将军一世英名，竟被这女儿毁了。传皇上旨意，靖王周彦州图谋不轨，论罪当诛。然靖王妃谢氏深明大义，大义灭亲，护驾有功，特旨准谢氏与靖王和离，归还身契，赏黄金万两，良田千顷。钦此。谢主隆恩。我的天，那是贺丞相，他去谢府提亲，提谁？谢家还有谁？不就是那个刚和离的靖王妃谢书堂吗？大秦丞相贺承周特来求娶谢府嫡长女谢书堂3金6礼10里红妆，请谢小姐赐见。丞相大人，你这聘礼送的好生张扬，怎么不怕皇上治你的罪？皇上已经准了本相的假。谢书堂，我说过，你和离之日，便是我聘礼进门之时。贺大人，我不仅跟狗拜过堂，还得了个克夫的恶名。你当真不嫌弃我嫁过人了？本相不在意那些虚名，若你嫌名声不好，本相便陪你一起背着骂名。好一个不嫌弃！不过贺承周，这婚我暂时不想成。为何？
京城太闷，我想去江南看看。丞相大人，不如先把这10里红妆存在谢家，等哪天我玩够了，你再来取，如何？谢淑堂，你真是不讲理。不过我准了，只要你肯回京，江南我也陪你去。姐姐，江南路远，你一个人去，我实在不放心。锦柔，我这半辈子都活在光剑营里，以后我想换个活法。姐姐，贺丞相今日竟然没来送你。他那个人古板得很，怕是怕见了我又忍不住要拦我吧。宋大人，锦柔便交托给你了。姐姐放心，7年定不负所托。锦柔，等孩子出生，记得给我记张画像。走吧。小姐，那位雅客又派人来了，还是老规矩。是的，还是那一锭沉甸甸的金元宝，把咱们今个下午所有的茶位都包了。不仅如此，他还点名要那一曲梨花落。蕊儿，那位雅客长什么模样？每次来都是个年纪不大的小厮，问什么都说不知道。贺承舟，你若是真想躲，这金元宝上的官家印记倒是擦得再干净些。雅客既然包了场，却不进门喝一口我亲手烹的茶，岂不是暴殄天物？江南雨大，那船烹怕是挡不住丞相大人的相思之苦吧？雅客既然舍得掷千金包我的茶室，怎么连上桥见我一面的胆子都没有？莫非丞相大人到了江南，竟成了缩头乌龟？本相辞官3月，追了你3000里。谢淑堂，你真是一如既往的不讲理。为了我这么个坏女人，丢了你那大好前程，值得吗？10年前你踏碎我马车旁的梨花，我就知道，没有谢淑堂的京城，那不叫前程，叫囚笼。